我重生了。爸，这次就让姐姐交换去城里吧。我听说啊，这次来交换的人是金南首富单家的单少爷。可你之前闹着去，我和节目组都已经撒了谎了，现在你又改成了死丫头去了。爸，我这么招人喜欢，拿下单少爷肯定没问题啊。好好好，既然是接近首富的机会，那我就听你的。去收拾收拾，等一会儿和节目组一起离开。姐姐，你那么爱读书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千万别错过啊！人生向上，这档节目让贫困学生与富豪子女互换生活环境。上一世你和爸费尽心机才骗走的名额，这辈子居然这么轻易让了出来。看来韩琦不但重生了，还想复刻我上辈子走过的路。太好了，我去了京南一定会好好读书的。到了人家家里要安分守己，别给我丢人现眼。那可是京南的首富。单晨的爸妈可不好糊弄，学校那群不可一世的富二代更不好惹。我倒要看看你韩夏去了能翻出什么花。这辈子的单太太就换我当吧。单晨可不是什么傻白甜少爷，都重生了，脑子里只想着靠男人。韩琦啊韩琦，你怎么没有半点长进？韩夏小姐，单总和夫人昨晚应酬太晚，还在休息，嘱咐我尽早送你上学。这是艾校长，他会带你入学。韩夏同学，跟我来吧。好，麻烦了。韩夏，单晨在京南蝉联了3年榜首，目前就读于卓越班。考虑到卓越班进度超前，我建议先调你去平行班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虽然上辈子我也靠自己考上了一流大学，但总归成绩有限，没想到这辈子能换到卓越班。谢谢校长，不过我觉得以我的能力足够挑战卓越班，所以这么好的机会我不想浪费。好吧，韩夏，你要记得，不能为了自己的收视率拿前程开玩笑。卓越班适用的是天才中的天才。我知道了，校长。卓越班 ，Top 10大学保送率100%的班，这村姑也敢进？乡下来的老鼠也配进我们卓越班？杨乐山，单晨上辈子的死党，苍穹游戏科技的创始人。2个小时，及格就放你进去，否则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。不愧是京南高中卓越班，这可是考研难度的试卷。不过1个小时足够了。这村姑在镜头前真够装的，我看看你能会怎么出糗。来了来了，我喜欢这个环节。死庄姐等会就笑不出来了吧？这道题原来是微积分，但你用了纯代数推导，这么巧妙的方式，谁教你的？我不过是从10种解题方法里选了最快的一种。全对，很不错啊。这不可能，连单老大这张卷子都没拿到满分。现在我能进去上课了吗？抄的吧，毕竟是之前的试卷，网上说不定有答案。楼上你抄个满分我看看。欢迎欢迎，哎，单少爷，那句话怎么说的？蓬荜生辉。哎，对对，蓬荜生辉。单哥哥，我听说你和我一样，今年是高3，还是京南高中卓越班的第1名呢。打住，我不是你哥哥，别套近乎。我靠，好气派！这就是京南首富之子吗？没人知道吗？这人中考全科满分，那还送到农村交换，是不是个性太差，自己父母都受不了？单晨，
我有不会的题可以问你吗？节目组不是说你家境不好，但是学习很好吗？怎么还要我教？也是，毕竟是村里的第一名。这样吧，奥赛题可以找我，高中提纲不感兴趣。我们去屋吧。哎，来这边。这次留在这儿的可是我，韩夏能做到的，我凭什么不行？善辰，很快你就会像上一世喜欢韩夏一样喜欢我。善辰，这个就是我的房间，今天我特意给你收拾出来的，床单被褥都是我新换的。说话就说话，别扒了我啊！这就是节目组之前公布的人选吧？好体贴的妹妹，没人觉得她很舔吗？这间虽然小，简简单单，看起来倒还顺眼。这个是我姐姐之前的房间，她呀成天跟鸡鸭待在一起，她身上可味儿了。这个屋子与刚才那间廉价的公主房相比，算得上是一等物。单哥，你上次数学竞赛的分数被新来的村姑超了。你小子皮痒吗？故意打电话来闹我是吗？是真的，校长还夸了村姑解题思路好。单哥，你看。那谁，我要休息一下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单哥哥可能就是累了，那我去炖个鸡汤，他睡醒之后就可以喝了。贴心妹妹竟看更可爱了。单晨也太没礼貌了。这孩子看起来挺老实的，不像是会欺负妹妹的人呢。节目组是不是搞错了？夏夏，吃的还习惯吗？有什么需要啊，随时开口。谢谢叔叔阿姨。这次来京南读高中的机会很难得，我想留点时间去学习。你这孩子，听说杨乐山在学校给你添了些麻烦。谈不上什么麻烦，反而我还要谢谢他，让我提前了解到卓越班的水平。谦虚啦，艾校长啊，特地和我说了你的试卷。放眼整个京南，数学竞赛能考满分的学生啊，就没几个。你还比单晨高了2分，村里的老师恐怕教不了吧？这些题我之前都刷到过，京南的卷子虽然有点难，但足够让我热热身。唉，也不知道晨晨在你们家住的习不习惯。不是，你家洗澡怎么没有热水器啊？天气这么热，冷水冲一下就好了呀。不行，我要洗热水澡。烧热水很麻烦的，要不你等明天吧。这有什么好麻烦的呀？你打个火不就行了吗？怎么会没有直接点火呢？让开。柴要架空，留风口。废话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上一世单晨靠我才能在村里顺利录完节目，也不知道这次还能坚持几天。线性积分方程，名字是韩夏。韩家的妹妹韩琦，要不是因为放心不下父母，这次去京南高中交换的机会根本不会轮到她姐姐韩夏。这事怎么有点不对劲呢？单晨，你休息好了吗？饿了吧？可以出来吃饭了。来，单晨，这是韩琦亲自为你熬的鸡汤，来尝一尝，暖暖身体。熬鸡汤比较费时间，让你久等了。
么玩意儿？吃得我满嘴味精！你不是想害死我吗？这不可能啊！爸，这我都是按照你说的。没，韩骑士说摄像机都在对着他，他有点紧张，手抖了一下。该死！韩夏做饭明明就很轻松，怎么自己做起来这么难？摄像头还一直在旁边拍着，根本没法让爸帮忙。你不是从小就做饭吗？这么多年，你们家就是这个。沈晨，来，再试试这个菜，来。是个屁！再吃少爷我小命不保。行，既然你们喜欢吃，那就多吃一点。我看着你们吃。好，看着挺好吃啊，受不了这位大少爷。大胆！大少爷平时只吃山珍海味，这种东西哪能入大少爷的口？导演，单少爷，你之前是怎么跟我说的啊？说农村里有一个家境困难但是品学兼优的做题天才韩琦，现在就让我装模作样讨好镜头啊？不是单少爷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有误会你就查清楚，我可不在这儿浪费时间。拜拜了你！快追！快追！快追！啊！什么？这就跑了？你是谁啊？你又是谁啊？你还问上了？这是我家。果然啊，凭这家伙的性子，能忍到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不错了。我是单晨，你就是韩夏，对吧？娘，长得倒是比妹妹韩琦顺眼多了，怎么这个点还没睡觉？该不会是想偷我家东西吧？你好，这个点你不应该在我家吗？怎么？那就要问你的好妹。饿了？没有啊。谢了。没事儿，我也饿了，顺手的事儿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脸上脏了吗？不是，我就是看你长得跟你家里人不太像，外貌和感觉都不像。你确定你们是一家人？啊，我就是随口一问，别在意啊。我没在意，我觉得你说的对。是啊，从我记事起，劈柴、做饭、洗衣服，家里的活我一样没少干。可韩琦呢？偷懒作弊、偷东西，但无论如何，父母永远都会偏袒他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在客厅溜达什么呢？我刚在书房里看书，渴了就下来找水，然后就遇到你了。书房？老头没舍得把宝贝书房寄给我，这村姑是用了什么手段？你干嘛？你慢慢吃，我先上去了。为什么面对他的时候，我心跳的这么厉害？还有，这人该不会是偷偷打听到我的喜好了吧？要不然他煮出来的泡面怎么会和我的口味一模一样？溏心蛋，要香菜，但不要放葱。这都凌晨3点了，演给鬼看的这是？姓韩的一家都这么能装吗？哎，提醒一下，现在可是3点。啊，谢谢你提醒，我一会儿就去睡。量子规范场论，这可是庆南物理研究所面向研究生开设的课程，这村姑能看懂吗？房间小也就算了，
书也破破烂烂的，你就没有一本好书啊？你还给我！这些书都是我好不容易淘到的，不是谁都跟你一样有好的学习条件。这有什么稀奇的？等我回家，你想要什么书，我给你寄过来。输了让你小心点。村姑，我问你啊，这道大题你是怎么想的？解题思路比我清晰，倒是小看了他。你小子这辈子还没挨过我打的吧？算了，这是在他家，先忍忍。我问你话呢，我问你这道题你是怎么想的？快给我讲讲。你放手！村姑，放手！你放手！用不要让单少爷加深印象？我有名字。我警告你啊，虽然我不打女人，但是你要是我知道了，找韩夏是吧？晨晨，你不是在乡下吗？怎么？你们俩刚刚是在……啊，阿姨，单晨刚回来，看见书房的灯还亮着，就提醒我早点休息，对吧？单晨。哎呀妈，乡下待不住，明天再说吧。这村水劲儿太重了，下手怎么这么狠？我眼花了，怎么这俩人同框上了？好帅，姐姐也漂亮，好养眼。韩夏穿的这么寒酸，单家肯定不待见他。装什么装呀？霸占自己妹妹的名额，搞不好上次的成绩也是用了什么手段。就是，快看，他妹妹真有孝心啊，粉丝也越来越多了，就连下面都评论她是国民妹妹。单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大伙都想死你了。哎，行了，别演了。好，两个垃圾坐一块儿了，爱磕 CP 的有福了。切，演什么暖男，死要面子。哎呦，小心点儿啊！弄脏了我的新鞋，你赔得起吗？你的鞋没脏，但你的教养脏了。曾文倩果然沉不住气。是啊，听说家里面塞了好多钱来把她塞进卓越班，结果没成功。但确实气得吐血，更别说他还暗恋单少。这么昂贵的食堂，你那点餐不够吃吗？来，我给你分点，毕竟等节目结束，你这辈子都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你们知道学校的饭菜为什么这么贵吗？村姑吃不起就别进来呀。曾文倩对吧？我没记错的话，食堂的采购主任是你表哥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的比你想的还要多。比如学校食堂最近是不是刚换了供应商？不仅价格更高，菜量变少，口味还大不如前。京南高中后勤采购负责人曾某及其家人利用职务之便，多次收取供货商回扣，食品安全问题持续发生。你乱说什么？乱说的。好像是真的哎，我舅舅之前当供应商，给了超优惠的价格都没有成功。我靠，贪污腐败没谱了，害我们养的这么差，投诉举报。他胡说的，根本没这回事，你们别信。别说了。哎，曾文静脸都绿了，这村姑有点东西啊。谁让你叫人家村姑的？没礼貌。不是，
你带头？不过曾文静他表哥上任还不到半年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是啊，这村韩夏身上一定藏着些我不知道的秘密。怎么会有人穷得这么理直气壮？哎，你去查查这件事情，如果是真的，这食堂的承包商就尽早换人吧。放心，单哥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京南交流团回国，请全体师生立即前往报告厅参加分享交流会。欢迎周拓和交流团成员。学生会会长周拓，这次交流团就是他带队出国。我的梦中情人，学习也好，长得帅，脾气又温和，就是可惜了，成绩和家世都被单少爷压里头。现在又来了一个韩夏，成绩要被压两头了。这就是欺负文倩的韩夏，不过如此。这个周拓跟曾文倩关系匪浅，不就是出国交流了1个月吗？嘚瑟什么呀？跟拿了奥运金牌一样。这个周拓不就是喜欢炫耀？一个学生会的会长，觉得自己比京南市市长还牛呢。周拓虽然是学生会会长，只可惜一直被单晨压着一头。让我们热烈欢迎出国交流团成员凯旋归来。下面有请学生会会长周拓发言。老师同学们好，这次我们去 A 国交流学习，所获颇丰。这是 A 国最前沿的量子计算模型机，全球限量10台。我斥巨资带回来了1台。我在 A 国交流学习后，最好的破解成绩是30分钟。但我相信，如果是我们京南高中最优秀的同学，肯定还能更快破解，是吗？哥，他是想靠这次直播故意压你一头。他明知道咱们还没有开这门课程，他这是故意激你啊！怎么办，哥？校长，今年卓越班不是有一位特别优秀的插班生吗？不如让他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。曾文倩这个贱人，韩夏要是答不出来，到时候丢的可是咱们整个卓越班的脸啊！我来。哎，单同学包揽了去年所有的奥赛金牌，你的实力我们大家都知道。难道卓越班没人了吗？每次都要靠一个第一来救场啊！半个小时，给我10分钟就够了。我操，这逼装的！京南没人了，就认这村姑上啊！学生会会长这次要把韩夏的脸按在地上摩擦了。行。上一世进入大学才有机会接触了模型，现在高中就能体验。他居然在笑，装逼遭雷劈呀！还搞笑呢，真是丢京南的脸！快下去！未来我能解开的题，现在更加难不倒我，更何况这是最初的版本。哥，他是不是疯了？用了半个小时，是因为周拓少加了一个参数。正确。能进我们卓越班的都有两把刷子，不像某些人挤破脑袋都没有机会。精彩，太精彩了！周拓带来的难题令我们大开眼界，韩夏的解法也是独树一帜。韩夏同学，你还有什么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吗？谢谢校长。不过这个模型确实还有一些问题，比如它用的是旧版算法，这样会导致误差率的累积。不过很感谢周透学长的分享，之后要是有什么困难，欢迎来找我。好，韩夏是吧？希望欧级里的巅峰赛，咱们还能相遇。好，加油！可惜你心里的竞争不会出现。
因为我已经做过巅峰赛的评委席了。这场分享令我们大开眼界，为此校方决定从下学期开设量子计算和前沿算法的选题课，并成立专项学习小组。我们诚挚邀请韩夏同学担任学生顾问。我操，志气真是大佬啊！笑死我了，交流团的人脸都黑了。太牛了！要不是跟拍这么久，我都以为是在拍剧本。不知道了吧？这姐姐以前在农村成绩就很好，多年来刻苦读书。啊，不是她妹妹韩琦吗？这就要怪当初去踩点的人太年轻了，韩家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张冠李戴的。明明应该选姐姐，结果却牵成了妹妹。这也行？哎，你等等，我妈让我带你去吃饭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食堂吃就行。哎，那哪行？你等等我。我去，单哥为啥对这个村姑这么上心呢？拓哥，那个新来的村姑这么打你脸，你就忍了？哼，忍？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这个字。等出了校外，一定找人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小同学来了，上次真的感谢呀，拦住那几个吃霸王餐的人。你说都穿着校服，为什么有的人素质就那么差呢？哎，别站着，别站着，快坐，快坐。这家店我经常来，这儿的牛肉面特别好吃。你吃什么？跟你一样。有品位。2碗牛肉面。好嘞。来，慢慢吃啊，不够了咱再添啊。谢谢。慢慢吃。上辈子来这个城市的时候，这里好像写着旺不招租，这么好吃的面馆怎么会倒闭了呢？还吃呢？收你！我认识你吗？徐阳，你还敢来？上次你吃霸王餐被我揍了，你这是记吃不记打呀？单公子，这次不是冲你来的，我找他。这个徐阳是周兔的小弟，上午折了他的面子，来这找场子了。哼！坐下来好好说话。我要不呢？妈的，凭什么打不过？操！疼！徐阳，我看你真是找死，敢对韩夏出手，信不信我废了你？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单家公子就能随便打人吗？又是你！老板娘，你有为我做主啊！他们两个合起伙来欺负我。就是你上次吃霸王餐的，就是你，你还敢来呀？哎，对，京南首富单家人，光天化日，明目张胆的打人。看来上辈子单晨风评差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只会跟风传播流言。究竟是谁打的谁，自有监控证明。你要是再胡搅蛮缠的话，我不介意拉你到局里说清楚。你说什么？不行，你报警，我们让警察来看看。不好意思啊，吃碗面还让你们俩人这么麻烦。就是这个人，上次在我店吃了霸王餐，幸亏这位同学帮忙给拦着了，没想到他今天又来报复了。但是不好意思的是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，还是你们读书人机灵，确实应该装个监控，这万一有个什么事也能说清啊。没监控啊？没有啊，咱们家没有监控，那是他心虚。不知道面馆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倒闭？这老板娘人挺好的，
希望这辈子能多开几年吧。哎，刚刚夏学阳这样造谣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怎么不解释啊？跟他较什么劲儿啊？跌份儿。你家人知道这些事吗？知道，不然也不会把我送到乡下。这对父子还真是口不对心啊。话说，刚才你下手还挺狠啊。我自己学了点防身术，怕被别人欺负得太狠。还有人敢欺负你呢？之前只怪我心态善良，在家里任打任骂也从不还手。这一世没有人能再欺负我。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躲呀？因为我知道有人会保护我。完了。嗯，怎么一声不吭就抛下节目组，自己跑回来了？你不是早就认定我吃不了苦，如你所愿啊。韩琦从明晚开始住家里，让他住家里，凭什么呀？你以为我是在帮谁收拾烂摊子？某些人不履行合约，现在只能我们退一步，让对方来城里上学。果然，韩琦是不会轻易放弃在节目上大出风头的机会的。他在这方面的毅力堪比野草。单总，现在节目热度正高，中途停下，怕是会引起各路对公子不满的言论。您看，是否让韩琦进入单家继续拍摄比较好？住可以，但不要再让我看见任何不喜欢的新闻资料。你说我够不够资格？换个懂事的导演。单总放心，我明白。就这样吧，我还有事。单少爷这脾气，看来是随爹啊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还行吧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是吗？让小夏再换一套试试。好的。哎呀，小夏真是穿什么都好看。这个会不会太隆重了？我平时也不穿这些。怎么会？女孩子衣服不嫌多的。阿姨知道你试衣服是为了让我高兴。我呀，就想要个闺女。想当年，硬是给晨晨穿粉裙子上幼儿园，可把她给委屈坏了。妈，小夏真是穿什么都漂亮。明天阿姨再多给你买几套啊。上辈子的施阿姨也是这样，她是第一个让我知道父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。别动你妹妹东西！阿姨，你们回来啦！我等了好久呢。上辈子无论我怎么讨好诗慧，这人的态度都不冷不热的，怎么这辈子却和韩夏这么亲近？姐姐，你这身衣服真好看，是新买的吗？是啊，我挑的，小夏穿着正合身。阿姨，你对姐姐真好，怪不得姐姐最近都不往家里打电话了。啊，姐姐是应该太忙了吧？爸爸妈妈最近总失眠，担心你在城里过得不好。我上山砍柴，在山洞里困了整整1夜的时候，你们不也挺放心的？还有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家里根本没给我买手机，我的手机是我自己买的。啊，姐姐真是爱说笑，这年头哪还有人去上山砍柴啊？是可以买煤炭的，但家里的钱给你买了新款手机。小夏，你先上去把衣服放好，待会儿下来喝阿姨炖的燕窝。
这孩子年纪不大，心眼倒深。韩琦小姐，这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卧室。该死的诗慧，居然只派一个女佣来打发我。房间这么小，一看就不是用心挑的。能带我去姐姐的房间看看吗？我好久没见她了，想跟她说说话。好的。韩小姐，你妹妹来了。姐姐，刺绣是纯手工的吧？这么娇贵的料子，真的适合姐姐吗？松开！啊！哟，韩琦，你总是不放过任何我拥有的东西，就算得不到，你也要想办法毁掉。姐姐真凶，我只是想摸一摸罢了。抱歉，妹妹，这个裙子我也很想送给你，但是它是按照我的尺寸定制的，你穿不上。不就是比我高了10公分，又比我瘦10斤吗？有什么好炫耀的？这个房间这么好，姐姐你住了这么久，能不能换我也住2天呀？韩琦，想当主人，就得先遵从主人的安排。抢来的房间，硬住进来，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。你是谁呀？没名没姓的就乱闯。我是新来的插班生，我叫韩琦，韩夏的妹妹。你就是夏姐的妹妹，想必也知道我们卓越班的规矩，现场做题挑战。这次呢，算你优惠，半个小时5道题，只要正确率达到60%以上，我就放你进去。5道题对3道，这不是小意思吗？糟了，重生回来只顾着攻略山城，根本忘了复习原题，该死！啊！韩琦，你1道题也没做对。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发挥有些失常。装货！平行班在走廊的尽头，拜拜了你嘞！大家好，我是韩琦，很高兴能来到这里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这就是韩夏的妹妹吗？她怎么不去卓越班？肯定有问题呗！一群蠢货，你们也配议论我？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对我有所疑问，不过没关系，日久见人心。我相信我很快就可以融入这个集体。天哪，你的脸，这谁打的？太过分了吧！摔了，我刚好可以利用一次。哎，没有，这个伤是我不小心弄的。怎么能这样呢？就算是再厉害的人，也不能随便打人啊！这样，你告诉我是谁，我一定帮你。卓越班的善晨。哎，惹不起，惹不起，还得教育局来贵校看看呢。善晨滚出学校，霸凌者不配待在这里。怎么一个个都跟见鬼似的？哥，出事了！许阳那孙子玩阴的，他剪辑了个假视频，你看都上热搜了。找死！哎，哥，你现在过去更说不清了。谁说我要说清楚了？我要去坐实他的指控。我就不应该说的，陈哥这个脾气可能要出事啊。对了，善晨，善晨哥哥，你挺会演啊！我都没动手，你吓成这样。善晨，你别乱来啊！这可是教室，同学都看着呢。你不是说你脸上的伤是我弄的吗？好，
就当着全网的面坐实这件事情。善真哥哥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是你不能这样欺负同学。让开！只要你现在道歉，大家都会原谅你的。我再说一遍，让开！太嚣张了吧！正当学校是他家开的。善辰哥哥，你真的别冲动了。第一，以后不要再叫我哥哥，我跟你没那么熟。第二，徐阳脸上的伤是他自己摔的，想诬陷给我。第三，善辰，这姐是吃啥长大的呀？怎么走路这么快？没有证据，凭什么让善辰道歉？徐阳脸上的伤就是证据，难道他会自己摔成这样吗？好，徐阳，你自己说，是善辰打的你吗？怎么回事？在他面前，我根本不敢说话。他现在太害怕了，都吓得不敢说话了。单家势力这么大，谁不怕被报复？确实，总不能逼许阳吧？善辰平时脾气就不好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呢？好，既然事情存疑，那这件事情就交给教育局。是非黑白自有人辨，在真相出来之前，仅凭单方面的说辞就让善辰道歉，这不是一种霸凌吗？走。老子真他妈机智啊！找韩夏果然有用。陈哥，你看我这波操作可以吧？我跟你说，关键的时候还得靠兄弟。闭嘴吧！多管闲事。这些事我还就管定了。上辈子善辰虽然脾气差，但没被全网妈霸凌，是我重生的蝴蝶效应。不能让他因我背负莫须有的骂名。他果然暗恋，随你便，别碍事就行。这又在脑补什么啊？被我帅到了吧？陈哥，你怎么突然整理头发呀？关你屁事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哎呦，姑娘，你一个人呐？来，快坐，今天必须给你免单。该付的还是要付的，不过您这为什么要转租啊？姥姥看不动了，儿子呀，早就说让我休息了。哎，其实啊，你第一次来的那天，我都想关门来着，不过还好没有让单同学蒙冤。现在啊，我也算是没有遗憾的退休了。来，坐，我给你上面啊。好，坐。原来是这样，希望我的重生能多给大家带来一些正面影响。小姑娘，这里没人吧？没有，您请坐。这孩子的眼睛长得和晚白一模一样。自己来吃饭，你父母呢？啊，他们都在乡下，我自己来京南读高3。啊，这样啊，真巧，我孙子在京南读高2，不过他出国交流学习了，下周才能回来。啊，你在哪个班呀？卓越班。难怪，看着就这么优秀。我孙子学习不太好，你有空能不能到家里来给他补一补课？我家很安静，适合学习。
谢谢您。不过我是因为参加《人生向上》这个节目，所以才来的。1个月以后我得回农村了。这些都不是问题，你再考虑考虑。能进卓越班的孩子呀，是很优秀的。我还是希望你能来，不管你能不能来，都欢迎你随时联系我，咱们可以做个朋友。明明第1次见，却让人莫名想要亲近。我会好好考虑的，如果时间允许，我很愿意帮忙。不好意思啊。喂，好，马上。我得先走了，老板，面不要了。就算不是晚白的孩子，也算是缘分。请高3卓越班单晨同学立即到校长室报到。徐阳，你说单晨霸凌你，有证据吗？这个就是证据。他每次动手，专挑没有监控的地方。幸好我特意回面馆检查过，之前的监控都是假的。我看你单晨还怎么狡辩。好，那你说我为什么霸凌你？我霸凌你有什么好处？这位同学，说话的时候注意些态度。他就看不惯我，像他这种有钱人，一直都这样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有打扰到你们吧？大家快看看，这就是单晨，敢在校长办公室威胁我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难道真是因为我家没钱吗？演，接着演。单晨哥，单晨，徐阳都这样了，你就跟他道个歉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在意这件事情的。小姑娘，都是这儿吗？对，阿姨，辛苦你来一趟。你们肯定是单晨雇的演员，专门过来陷害我的。是你，就是你，在我家吃面不给钱，我出去拦你，差点被打。幸亏这个小伙子来帮我，你才没有逃掉。第2次也是你，带着人来店里闹事，还欺负我们韩夏同学，还是单同学来帮忙，你才没有得逞。你还偷拍视频，恶意剪辑发到网上。放屁！你们这种穷鬼，单晨给你们多少钱，让你们在这儿说谎？住口！妈，你别动气。上次小夏呀走的时候提醒的对，我又在店家的内外各个地方都安了监控，整理的时候正好看到他鬼鬼祟祟的在店门口转悠，最后还在台阶绊倒。好，我看一下。监控视频我都看了，徐阳，你脸上伤口位置和监控擦伤位置一模一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绝对不可能，视频是假的，绝对是合成的。够了，视频的时间、地点和伤口全都对得上，你还想狡辩？这件事情会严肃处理，我会亲自发公告，还单晨同学清白。至于你，郑局长，这件事情校方会严肃处理，会给所有人一个合理公正的结果。单晨，对不起啊，我是被徐阳给骗的。你这个骗子，都怪你，我错怪好人了。经过调查，徐阳造谣诽谤，韩琦煽动舆论，现作出以下处分：徐阳开除学籍，韩琦记过处分，全校检讨。我母亲开面馆已经超过20年了，这家店对她来说很重要。感谢两位在她受欺负的时候替她主持公道，也怪我平时工作太忙。这件事过后，一定多陪陪你。行了，儿子，放心吧，妈好着呢。好。你特意去找的老板娘，
没有啊，我就是吃面的时候顺嘴提了一句，他自己来帮忙的。那位小同学最近如何呀？好久都没看到他了。老板娘，我能请您帮个忙吗？这次的事情呢，是校方调查不力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事儿，查清楚就行。这次多亏你能冷静处理，带来了关键证据，才能让事情这么快的水落石出。校长言重了。好，还不是为了我？魏少爷出国交流这么久，今天终于回学校了。单家从商，魏家从政。魏老太太现在是美术协会终身名誉会长，她的儿子儿媳都是京南的显要人物。哦，哎，咦，这女生怎么和我小姑长得这么像？魏奶奶给的补课费很丰厚，如果接下应该能攒点钱，而且不知怎么，我莫名对她有一种亲近感。小夏，魏奶奶，您怎么知道是我？知道我名片上私人电话的人啊，可都不敢直接打给我。决定好了吗？下午啊，我让司机去学校接你。韩夏，重活一世，我就不信还毁不掉你。你先稍等一会儿，我去通知老夫人。好美的大提琴啊！这琴你要是弄坏了，你可赔不起。这张脸，怎么魏家进了小偷都没人管了吗？我不是小偷，我是受邀来的客人。客人？怎么这年头随便什么人都敢自称是魏家的客人了吗？叶小姐，我没必要骗你。看来你认识我，那你的这张脸就是照着我整的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微调了这么多次，才勉强和那个人有几分相似。魏家这些年对我的宠爱，不就是因为我像老太太那位早死的女儿吗？绝对不能让她和老太太碰面。宁小姐，小偷在哪？还不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，丢出去！我再说一遍，我是受邀来的客人。这不是老太太定制的限量版名片吗？全国上下都没有几个人有资格拿到，她怎么会？还说你不是小偷？魏家的名片怎么可能给你这种人？还不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放肆！放肆！这是我请的客人。抱歉，奶奶，我不知道这是您的客人，是我太冲动了。好了，小夏，你终于来了。老太太什么时候对人这么温和了？宁小姐，现在能把名片还给我吗？有了这张名片，就等于拥有了全国高端宴会的准入门票。可恶，我在魏家待了这么多年，也没见他给我一张。嘉柔，下来见见你的新老师。奶奶，您孙子这次可是年级前50。臭小子，收起你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。他可是你们京南卓越班的第1名，韩夏。我特地请他来给你补习。原来他就是现在京南炙手可热的韩夏，这一切太凑巧了吧？奶奶，嘉荣不过是上次月考发挥失常，一般人可教不了他。没关系，魏同学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就不用勉强。不勉强，学姐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去补课。
嘉柔，你不是说博士生也教不了你吗？怎么突然……你们快去吧，时间不早了。这个魏嘉柔表面看起来温和好说话，实际上这么多年都是我拿热脸去贴她冷屁股。韩夏，你这张脸没少花钱吧？怎么，特意研究过老太太的喜好？魏同学，这道题分别有3种解法，你注意一下。这个我见过太多你们这样的人，你应该见过宁贝吧？他是这其中最有野心，也是最像小姑姑的。可是你们那点小心思，我和奶奶知道的一清二楚。魏家能给你们的，随时都能收回来。魏同学，这道题3种解法，你只知道其中1种，剩下2种分别是……选题都是像模像样的，比那些自称名牌大学的人强了不少。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小夏，多吃点，给嘉荣补课辛苦了。哎妈，嘉荣的家教怎么随便找一个高中生啊？就算是学习好，但也不一定就会教啊。叔叔，别担心，嘉荣那么聪明，肯定不会被耽误的。今天的司机好像都请假了，等下我让管家帮韩小姐叫一个好点的网约车回家。哎呀，家人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，将来呀，也不知道哪个小子能有那么好的福气，能把你给娶回去。叔叔，宁贝，这几年你陪你叔叔解闷，我很感激。不过我们魏家的事情用不着你来操心，更用不着你替我来安排客人。奶奶，要不要做个亲子鉴定？哎呀，妮妮啊，嘉荣现在还小，他不懂你的好，你打小在魏家长大，琴棋书画哪一样不精？就算嘉荣将来不娶你，你也是羞辱心里最好的儿媳妇。谢谢叔叔，还是您对我好。哎，这怎么够？我一定要嫁给嘉荣，我要做魏家的女主人。姐姐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关你屁事啊！你忘了你当时是怎么跪着求我的？祈求你帮我给爸妈说，让我上学吧。那你以后得帮我写作业，还得给我当牛做马。你也说了，那是以前。如果没有我，你根本拿不到节目的邀约。白眼狼！要是没有韩家养你，你早就饿死了。我给韩家种地当佣人，给你写作业，我欠韩家的已经还了10倍20倍，别再妄图招惹我，否则我不介意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。他刚才的眼神怎么那么可怕？不对，我重活一次，难道还要被他压着打？韩夏，你等着，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允许你过得比我好。找你那么久了，你怎么在这种地方？哟，这不韩琦吗？怎么特意甩开节目组来找我这种垃圾？少废话，能不能帮我想办法毁了韩夏？行啊，100万。你疯了！韩夏要是没了，善辰不就是你的？到时候100万就是个零花钱，考虑考虑吧。好，考虑考虑吧。好，20万定金，3天内，如果没收到，今天这段录音就放到校园网上去。行，你等着。
您看他这一题，如果换成我跟你说的解题方式，会简单很多。哎，韩老师，你这个解题思路是跟谁学的？怎么有点像我以前某个从国外回来的家庭教师？做题方法万变不离其宗，学会了自然就会讲了。哎，我听说你家里很穷，连饭都吃不饱，你父母也跟你一样聪明吗？条件不好，更要往好的地方去，脑子不用会生锈。你好像对我的事情很感兴趣。没有，你想多了。魏佳柔，你的脑子很好，如果把这些刨根问底的功夫用在学习上，会更好。这个人还真有几分小姑姑的样子。奶奶，小夏，我补完课了。小夏，你看奶奶这步棋，自己跟自己下也下不明白了。冒昧了。哎，妙啊！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步呢？哎，你这伤疤呀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火烧的。你爸妈没有保护好你？事儿不大。说来也巧，当时这里有个胎记，被烧完以后正好盖住了。胎记？什么样的胎记啊？记不太清了，那个时候年纪还小。奶奶，你一个人在空调房，记得保暖啊。奶奶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，随时联系我。哎，是我，帮我查件事。校长，您找我。韩夏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董老师。董老师，前世考进大学后，就是董老师破格让我一个本科生进入实验室，和他的博士生一起做研究。没想到这辈子会提前在这儿遇见。你好，韩夏同学，我在节目直播中看到你破解模型的精彩表现，你的创新思路和我的研究方向不谋而合。你可以看看这个，我相信啊，对你来说不难。韩夏，董老师是目前我国最年轻的院士之一，他特意来找你，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啊。如果是这个场景，你会怎么谋划？哎，校长，你们学校藏了颗超新星啊！韩夏，我们实验室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更迫切需要你开发这样先进的算法。你愿意让它发挥更大的价值吗？这是我的荣幸。我现在以欧几里得巅峰赛总负责人的身份，正式向你发出邀请，希望你这次能加入我们，成为本次大赛出题人之一。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韩夏同学，我在国外交流的时候就听说了你的事情。我们学生会每周都有国际奥赛金牌教练来做辅导，想必韩夏同学一定会感兴趣吧？没兴趣。真是给脸不要脸。别着急反驳呀，
你一定会改变主意的。擅长，听说你最近新闻缠身啊，巅峰在即，可别影响发挥啊！徐阳这废物泼脏水都玩不明白，还怕自己整的被开除？放心，小友从来不怕小把戏，阴谋阳谋一块来，我用脚也能赢。哼，话还是不要说这么早的比较好。周学长，请问学生会还招人吗？周家势力也不小，要是能得到对方青睐。你是？我是韩琦，韩夏的妹妹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不过学生会不接受品行劣迹的学生。哎，等等，我这有样东西，你可能会感兴趣的。原来如此。欢迎加入我们。真的假的？韩夏被包养了？当然是真的，你看论坛都爆照了，老登亲自开豪车接送。平时装的那么清高，原来私下……你……原来如此。刚才好吓人啊！怕什么？做亏心事的又不是我们。有些人啊，穷山沟里出来的，就是眼皮子浅，平日里装的清高，背地里还是得靠爹呀。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论坛都炸了，传你和一个老登去了酒店。知道了，平板借我。啊？哦，不是，你黑客呀？咱们上的编程课不是同一节吗？自学过一点，找到了。哟，真巧啊，韩夏同学，就在刚刚，学生会接到神秘举报，还需要你配合解释一下。姐姐，以前你在村里的时候就……现在好不容易到了城里，要是让爸爸知道你还做这种事情，该多伤心啊！果然是真的，学生会都出面了。看他妹妹这么说，这种事干了不止一次两次了吧？行了，你们有证据没？没证据，一个个在这唧唧歪歪什么呢？韩琦，你刚刚说的这种事情是哪种事情？麻烦说清楚。说的当然是你私下被老男人包养的这件事情了。盛晨，你还没认清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他是什么样的？不需要你在这里废话。这个善臣啊，真是有眼无情。看来今后还得在周拓身上多花点时间。上课时间都嚷嚷，吵什么？校长，我们正在处理韩夏违反校规的事情，这是证据。这是我魏家的车，也是我魏家的司机。怎么，外孙女回家吃个饭也算包养？傻孩子，你不该叫我魏奶奶，你该叫我外婆。什么？她也是魏家的？这不可能啊！这明明是我姐姐韩夏呀！韩琦是吧？这2天我已派人调查过，韩夏是我女儿留下的血脉，原名白夏雨，小名暖暖。20年前，我们全家因女儿女婿意外离世，悲伤过度，这才让奸人钻了空子，偷走了我的暖暖。这本来有一对胎记才对。赔钱货，今天就给你个教训！
原来我真的不是韩家人亲生的，韩琦啊，多亏了你重生后多次作妖，才让我这辈子找回了自己的亲人。表姐，外婆，所以包养根本就是无稽之谈，那可是魏家的车。这不可能！韩琦，事到如今你还在演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韩琦，论坛上的每一篇造谣帖都绑定了你的实名认证信息，要我读出你的身份证号和学号？那也有可能是别人盗用我的信息啊。是吗？那你敢把手机拿出来，当众登录你的账号吗？我承认是我做的，但我是怕你误入歧途啊！爸爸养了你那么多年，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姐姐，你不能这样翻脸不认人啊！你所谓的爸爸，这么多年来对暖暖非打即骂，把暖暖的成绩移花接木到你身上，你有什么资格提这些？什么？韩琦的成绩都是假的？这真的不是剧本吗？什么剧本能请动魏老太太亲自演？太恶心了，造谣可耻！暖暖，跟外婆回家吧。过几天办个宴会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魏家的孩子回来了。您确定没认错人吗？你上次在魏家落下了头发 ，DNA 比对结果在这儿。外婆，我现在还住在单家，得先和叔叔阿姨他们说一声。你就是单家小子呀，不错，长得挺精神。改天带着你父母来魏家吃饭。魏奶奶，您太客气了，我爸经常提起你，能被邀请是我们的荣幸。周学长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只是担心姐姐会学坏。她从小就不喜欢我，真是个蠢货。也是，鸡窝里怎么会长出凤凰来呢？我当然相信你了。那我还能进学生会吗？会长，关于巅峰赛的事情，我可以帮你。哦，我知道这次巅峰赛具体的出题人有哪几位。学生会非常欢迎你这样优秀的同学加入。魏空谷的亲外孙女韩夏，她凭什么？幸好我有重生的优势。单晨，你不是把韩夏当宝吗？这一次我就借周拓的手，把你们这对狗男女踩在脚下。来，多吃点儿，看你手腕细的。谢谢外婆，我之前经常干活，力气大，巴适。上次没注意，怎么这个乡下来的丫头礼仪这么标准？下月初8，我准备开个宴会，正式向外界宣布介绍暖暖。妈，这以后宁宁的身份岂不是很尴尬？她又不是咱们魏家的孩子，如今暖暖回来了，难不成还要为了她瞒着？奶奶说的对，是我占了这个位置太久。韩夏姐姐，在这个家里，你以后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来问我。毕竟我在魏家从小长大，养了10几年，还是这副装模作样的做派。果然，这才是我魏家的风格。宁贝姐这话说的，怎么好像你才是魏家的主人一样？家荣，注意分寸。爸，您才应该注意分寸。韩夏才是我的表姐，我们魏家的亲外孙女。没想到兜兜转转，原来你真是我表姐。这就是姑姑的房间。我和她真的有那么像吗？这就是我的妈妈。奶奶每年都会打扫这个房间，如今你回来了，她一定很开心。我听外婆说，我原本名字叫白夏莹，那我父亲是谁？自从姑姑和姑父去世之后，白家就一直断了来往。哎，对了，奶奶给你准备的房间，你要看一下吗？奶奶每年都会按照你这年纪女孩的身高和尺寸来定制衣服。
如今你回来了，他终于可以按照你的身高来定制衣服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我不敢扶啊，这。同学别扶，这年头好人做不得，万一被讹上了，倾家荡产都赔不起。就是前几天新闻还报道呢，有个学生扶老人反被索赔10万。你们不服是你们的自由，但希望别拦着别人做好事。姑娘，他们都不敢扶，你怎么就敢？因为我穷啊，你讹我也没钱。很有趣的回答。您这个脚踝崴了，我给你回正一下。你还会这个？小时候磕磕碰碰多了，习惯了。手法很利落啊，丫头。您家人电话多少？我帮您联系一下。这年头还有年轻人用这手机？能打电话就行。哈哈哈，你这脾气真对我的胃口。你没事吧？要不我送你去医院。崴了个脚，皮毛而已，不要紧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走了，走了。希望过几天还能在公园遇见你。到时候见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到这位老爷爷有莫名的好感。这里不许闲杂人等进入。这是我特意邀请的韩夏小姐，本次大赛的出题人之一。你们华国人什么时候这么不中用了？连小孩子都要上场。周森教授，前年国际数学竞赛您出的那道大题是被证明有逻辑漏洞，对吧？出版题目已经整理好了，请大家过目。既然都说你是出题人，不如让我们大家看看你的水平。做好了。不过这些题目有些部分有问题，比如这里的假设条件不够充分，应该补充一个限定条件。还有这一题太简单了，没有办法体现学生的综合素质，所以我这里建议修改。他说的对，这个漏洞我们居然没发现，所以我才说呀，韩夏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出题人。题目已经定稿了，临时修改会影响试卷整体结构的。不修改才会影响公平性吧？还是说这些题目原本就是为某些人准备的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住口！欧几里得巅峰赛是国际教育界的盛事，容不得半点猫腻。韩夏，按你的方案改。娘娘，好美啊！你这手链好漂亮啊！是啊，不像有些人球扫尾挡都挡不住，飞上枝头也变不了凤凰。别这么说，韩夏姐姐也是刚回来，还有点不适应呢。韩夏姐姐，欧几里得巅峰赛作业表出来了。怎么没有看到韩夏的名字啊？反而是韩琦。该不会是怕了吧？毕竟这种比赛可不能靠小聪明蒙混过关呀！哎呀，连名字都没有，该不会是作弊被取消资格了吧？别跟他们瞎说，你可不会作弊。今年比赛见真章。姐姐怎么不参加呀？该不会是怕输给我吧？韩琦，听说巅峰赛在作弊这块管得很严，
被抓到的话，后果很严重的。都打点好了吗？没问题吧？上辈子出题人的名字在考试后都是公开的，我绝对不会记错。当然了，所有的题目都在我手上。快把题目告诉我。急什么？该给你的，到时候自然会给你。你们怎么才来啊？巅峰赛的排名马上就公布了，你怎么这么淡定啊？急什么？反正第一是我。哟，这么有信心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我还没见过这么上赶着输的人。行啊，那输的人从此滚出金蛋怎么样？真没有输，有什么手脚？可以啊，跟你赌。哎呦，珊珊，你什么时候需要一个女人来替你说话了？你说话放尊重一点。行，我跟你赌。姐姐，既然你帮善辰说话，那他要是输了怎么办？那我跟他一起离开金南。你们呢？我们不可能输。搞什么？是谁信誓旦旦说不会输的？他连名次都没有，该不会是作弊被取消资格了吧？你，我不知道，要不然问。如果你问的是 Joyce， 应该已经晚了，因为他已经因为泄题被学术委员会带走了。什么？你们怎么知道？天哪！今年巅峰赛的出题人名单里有个叫韩夏的。怪不得你没参赛。为什么会变这么多？不该是这样的。是你，是韩夏给你泄的题，对不对？我要举报你啊！放心，你贿赂 Joyce 泄题的事，我已经连证据带举报电话一起打包送给教育局了。感谢韩夏同学。他所设计的欧几里得算法优化模型已通过学术认证，正在申请全球专利，并且清北大学已经向我校发出了邀请。当然，还有连续3年夺冠的善辰同学，一起免试入学。但某些人永远失去了进入清北的资格。校长，您严重了吧？韩琦，你品行败坏，不能继续留在京南高中。大不了让老头子送我出国镀层金，3年后照样回来。韩琦，你知道为什么刚才打赌时我没逼你们说赌约吗？因为你已经没机会履行了。你们2个还真是般配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偷了我家的项链，卖了20万，想让徐阳帮忙毁掉韩夏，你以为瞒得住？只是可惜啊，徐阳并没有拿钱办事，还被警察抓住，全都招了。韩琦他把单家的珍珠耳环卖给周拓请的黑道，全转给了我当定金，让我毁了韩夏。这是假的，这都是你伪造的。你偷我耳环的时候，你避开了主摄像头，可惜玄关那边还有一个。不可能，我接来看看。是你，是不是你让徐阳勒索我20万？本来不想这样的，可都是你们逼的我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珊珊，光凭录音可定不了我的罪。徐安南一直和我不和，栽赃陷害我，是很合理的事情啊。哦，至于他，确实证据确凿，你们抓他我没有意见。周拓，就这样不管我了吗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不就是吃过几顿饭而已。没关系，我这人也有录音的好习惯。无论是卖耳环的事情，还是和 Johnson 买题目的事儿，我都录下来了。
我们是什么关系？让警察听听就知道了。我要举报周拓教唆犯罪考试作弊。疯了！啊！放开我！周拓，我们这么般配，连监狱一起去吧。等出狱之后，你会娶我？真是疯了！滚滚！为什么又是这样？我重活一世，算计了每一步，用尽了所有力气，为什么最后还是输得一败涂地？单晨、诗慧、董芳，还有魏佳、韩夏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帮你，喜欢你？恭喜你啊，第1名。这有什么好恭喜的？要不是你没参赛，哪能轮到我呀？单哥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你这么谦虚啊！咱们《人生向上》这个节目拍成现在这样，真是前所未有啊！是不是收视率和点击量都破纪录了？确实，何止是破纪录，简直是断层第一，热搜上了一轮又一轮，这还真多亏了你们。最后一周拍摄，也请你们多多包涵了。那我们期待节目完美收官。喂，表姐，奶奶让你提前去试礼服，走吧，车在外面。啊，好。魏家荣叫我去试礼服，那我先失陪一下。臭小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跟上！这小子眼珠子都快贴到表姐身上了，也不知道收敛点。表姐，喝水吗？哎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行了，我要化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好吧，表姐，那我去看看给你准备的礼服到了没。那我就在门口等着。哇，宁宁，这件衣服好衬你肤色，你穿上肯定比那个韩夏好看10000倍。她呀，就是仗着节目热度，一股子穷酸气，哪能跟你比呀？别这么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，不是？宁宁，你也太善良了。不过最近魏少好像很忙哦，好久都没有见你们两个在一起了。难道他是在给你准备惊喜，打算跟你告白？宁梅姐，我并不喜欢你，希望你今后不要将心思放在我身上。另外，暖暖表姐就要回来了，你一直待在魏家也不方便，你还是搬出去住吧。你的房租，魏家会给你承担的。嘉荣，我别瞎说，嘉荣她只是把我当姐姐罢了。回来了。嘉荣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魏少爷，这就是你之前订的那件礼服。魏少爷，这就是你之前订的那件礼服。哎，宁宁，这件礼服好漂亮，肯定是给你准备的惊喜。魏少给宁宁准备了这么漂亮的礼服，哎呀，眼光真是太好了。这件衣服真漂亮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。不是给你的，麻烦拿进去给韩小姐。好的。是我理解错了，我先去换衣服。哇，宁宁，你这件衣服好显身材，一般人根本撑不起来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哇，表姐，你穿这件太漂亮了吧？试试手链。怎么可能？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换了身衣服而已，
怎么会气质这么好？完了完了，宁宁输了。单大少，这衣服也换完了，还不赶紧回家？你赶紧回去健身，调身衣服。过几天的晚宴必须得配上它才行。行，那我先回家了。这么听话，转性了？你说你又跑不动，你来干嘛呀？跑不动才要锻炼。专门打车来锻炼？要你丫头，丫头，又见面了，这么巧啊！果然是早点把暖暖接回家。魏空谷平时在干什么？这才几天就招来野小子了。啊，这是我同学单晨。爷爷好。小子，看你身骨不错，跟老头子练练。您别开玩笑，您这么大，你别。小子，不错吧？爷爷，我能跟你学这个吗？暖暖叫我爷爷了。当然可以，你这丫头啊，悟性不错，比某些花架子强多了。你这丫头啊，挺机灵的，没事来我家陪爷爷坐坐也不错。谢谢。白，该不会……我怎么感觉我被针对了？哟，魏老夫人啊，这就是你刚找到的外孙女吧？这出来前做检查了吗？我听说这乡下的穷人身上很容易染各种疾病的，这次来不会是染一身传染病吧？养成这样，也着实不容易了。看来您对现代社会的卫生知识了解的还是太少。有机会我给你介绍几位专家。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呢？我是你的长辈，关心你几句，你倒很刻薄。果真是乡下来的，欠管教。我觉得农村天广地阔，更适合养人养心，心正则身正。您觉得呢？说得好，心正则身正。我白家的孙女在哪儿都能顶天立地，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口气，敢替我白家和魏家管教孩子。是白老将军，他不是一直在国外休养，这么多年来不问世事了吗？怎么竟然回国了？他就是当年立过赫赫战功的白银范将军，退下来多年，威望依旧极高，上头见了都得客气地称呼一声白老。真爱显摆，哼！王太太，看来我魏家的宴会今天档次不够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，请便吧。哦，单大少，你今天这行头是要原地出道吗？关你屁事！你姐呢？欢迎各位光临，今天我要向大家郑重地介绍一个人，这位是我们魏家失而复得的血脉，也是我唯一的外孙女韩夏，并且这也是我们魏家唯一的继承人。不错，下面我也要宣布一件事，韩夏是我白鹰范唯一的孙女，自然也是我白家唯一的继承人。这是爷爷给你的见面礼，白氏集团全部股权签了他。拿上来，这是我们魏家祖上传下来的魏家女主人的象征。原来这就是有家人撑腰的感觉。等着瞧吧，韩夏，野鸡就算披上凤羽，也变不成真凤凰。
我会让所有人看清楚，在你和我之间，谁才是真正配得上站在这里的人。韩夏，京南之星比赛加油啊！我支持你，加油！期待你的表现，肯定没问题的。姐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不声不响的就报名了今年的京南之星评选，那可是咱们京南1年1度最顶级的个人才艺大赛，您被已经蝉联2年冠军，累积了不少粉丝呢。吵死了，安静点。哎，姐姐，你看公示名单里面已经有你的名字和个人信息了，全程直播，到时候全网都能看到。我没报名啊。可现在单方面通知学委会，取消报名资格已经不可能了呀。要不这样，你试试，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。到时候我给你投票。不讲学也不用去，做会那边我来处理。像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，想查出来是谁也不难。居然用这种方式逼着我参赛，看来有的人已经迫不及待想看我出丑了。玩得开心，需要什么随时改口。有请下一位选手做自我介绍。蝉联2年京南之星的冠军宁贝。大家好，我是蝉联2届京南之星的冠军宁贝。接下来，我们有请最后一位参赛选手韩夏。大家好，我是韩夏。第一关比的是乐器，你选的是大提琴，已经提前被我动过手脚。韩夏，你就等着出丑吧。有请第一位选手宁贝。看到了吗，韩夏？这才是名媛该有的才艺。我看你这个乡下丫头，拿什么跟我比？最后一位选手韩夏，他给大家带来的才艺展示为大提琴演奏。声音怎么如此沉闷？甚至高音区还有走音。韩夏，马上你就会在全市面前丢人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你好，要不我们重新调试一下吧？不用了。太棒了！没想到韩夏选手竟然如此巧妙地避开了问题音区，不按曲谱即兴发挥，现场带给我们如此优美的旋律，我实在无法用言语来描述此刻激动的心情。有请评委们打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宣布成绩时刻。那么最终的得分如何呢？目前得分最高的是韩夏，满分。哎呦，我的暖暖，真棒，真棒！哎呀，你都不会待在你家看吗？吵死了！奶奶，你也和白爷爷一起高兴高兴嘛。比赛第2阶段，绘画。琴棋书画是我从小的必修课，你一个村姑在乡下也没机会学，
这场比赛我赢定你！请各位选手下台准备。请评委们打分。最终得分90分。你这种乡下长大的土妻，我不信绘画你还可以赢我。上辈子我师从京南美学院的首席，这辈子魏奶奶作为美术协会会长，更是亲自带我，也就是你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。这一关姐没有多大胜算啊！之前姐在乡下天天干重活，她估计连画笔也没有见过，这让她画画不是为难人的吗？闭嘴！魏家是美术世家，我相信他。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韩夏。到姐了。这一次一定要让你在所有人面前出丑。姐怎么还不动笔啊？难不成忘了怎么画了吗？怎么可能？画工是韩夏的天赋遗传，怎么可能会忘了？喂，怎么还不开始啊？不会画就赶紧下去。暖暖这是怎么了？我教过暖暖的，她的天赋极高，不会出问题的。表姐她好像是画笔出了问题。还好我做了2手准备，偷偷在你颜料盘里做了手脚。就算你真会画画，没有颜料也不可能画出好的作品。请参赛选手赶紧作画，这场比赛是有时间限制的。主持人，我的颜料盘用不了，可以更换吗？比赛已经开始，无法更换，如有问题可以赛后处理。不会画就赶紧下去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我看干脆直接退赛吧，毕竟是从乡下来的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哥，姐说颜料不出颜色，哥什么意思啊？肯定是被人做了手脚。韩夏同学这是在素描吗？素描是绘画的最基础，这时候用素描来比赛，胜算不高了。在展示我的画作之前，我想向各位先说明缘由。虽然我的颜料盘里的颜色用不了，但是我相信黑与白依旧可以勾勒出动人画作。黑暗的世界里，总有五彩斑斓的光明。好，说得好，只有黑白的素描，却胜得过千颜万色。女儿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孩子继承了你的天赋，他是咱们魏家优秀的传人。请各位评委打分。经过评委一致裁定，韩夏的素描笔墨精挑，神形兼备，富有一定的感染力，一致给出满分评价。韩夏，很好，你等着，是你逼我的，下次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。是我，对，
就按照之前说的，立刻把他带到现场来。他来了，韩夏，我看你这虚假的面目能装到几时？宁宁最棒，京南之星，宁宁最棒！哥，这宁贝都输2轮了，还有这么多粉丝喜欢，真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。我看就是他花钱请他们来的。待会儿韩夏上台，你也这么喊，谁要盖过他们？我一个人，不是哥，你要累死我！小径告诉我，不安的心全部都可以暂停。谢谢大家。宁宁，宁宁，宁宁！这啥玩意儿？还不如你呢。就是。宁贝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，现场的观众和直播间的观众记得投票哦。下面请我们最后一位选手，目前人气榜排名第2的韩夏。韩夏选手，该你上场了。韩夏选手可能有些事情，让我们耐心等待一会儿。不行，我们不同意。按照京南之星的比赛规则，如果选手不能完成全部3项比赛，将必须立刻取消比赛资格。所有的成绩都应该作废才是。取消资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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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夏姐呢？她可能有事，我先出去一趟。取消资格！取消资格！取消资格！大家安静一下，让我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会儿。可是我们都已经等了10分钟了。现在我们所有的选手联合抗议，要立即取消韩夏的比赛资格。那让我们一起最后倒数10秒钟，如果还不出现，就让他退赛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。你啊，我们好久没见，有没有长大一点？破旧的从前，走不出的余温，停在荒草漫天。好！婉白，你看到了吧？你的女儿，她如此优秀，要是你能看到，一定会很骄傲的。我就知道你是可以的，你是我们的骄傲！太棒了，表姐，赢了！赢了！赢了！哎呀，小夏真是太优秀了呀！是啊，如果能做咱们儿媳妇就好了。这太精彩了，我从未听过如此动听的声音，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，想起了我热爱的故土。感情充沛，歌声无可挑剔，这才是真正的天籁之音啊！虽然开头出现了点小插曲，但是你听到如此美妙的歌声，让我们多等一会儿也是值得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韩夏，个白眼狼，摊上了高枝，就不顾我们的死活了吗？你还送你妹妹进了监狱，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呢？情况啊，这是养父母，妹妹进监狱，真的假的？看他们穿的那么不像假的，难道韩夏真的来了？好戏才刚刚开始，韩夏，我看你接下来还怎么装清高，等着身败名裂呢。管你死活，你从小对我非打即骂。韩琦进监狱是因为他敲诈勒索，罪有应得。你小时候从人贩子手里把我买过来，现在又是收了谁的钱过来毁掉我的比赛？你胡说！白养了你这么多年，没有天理了！女儿进了豪门，不是养父了吗？是不是胡说，就有警察给你定夺？
之前不跟你计较，是捏在最后一丝情分，现在是你自己自找死路。你没有的事！你个死丫头，你给我闭嘴！警察同志，不关我的事，是一个叫宁卫的给了我钱，让我来闹事，说韩夏不孝，就给我10万块钱。我现在钱还没拿到呢，你们不能抓我呀！要抓也是抓他呀！你胡说！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韩夏，一定是你找来他诬陷我的。怎么不认识我？你的手机尾号是不是13071？你说事成之后给我钱的，现在我钱还没拿到，就要进监狱，你独善其身，门都没有。我知道你当初调换韩琦和韩夏上节目的名额，然后又怂恿韩琦追到我家，在韩家虐待韩夏，实行各种不平等对待，你才是一切的始作俑者。宁贝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处心积虑，甚至好心帮我报名京南之星，不就是等着这一天吗？你从一开始就想在舞台上毁掉我。天哪，宁宁居然是这样的人！我可以替他作证，我跟韩夏是同学，他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。海选通知出来那天，他还很惊讶的。跟我走吧。警察同志，我是冤枉的。各位尊敬的评委，请你们基于韩夏选手的临场表现，给出公正的评价。评委打分环节，韩夏选手获得100分满分。现在，让我们结合此前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的分数，见证新一届京南之星的诞生。韩夏！总冠军诞生了，让我们恭喜新一届的京南之星韩夏！走。放开我！我是冤枉的。走吧，你也和我们回去做笔录，配合调查。我不去，我凭什么要跟你去？我求求你，你让我打一个电话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喂，叔叔，你快救救我！警察要把我带走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是韩夏跟他养父母联合起来骗我的。你的所作所为，我在电视上都看到了，你真的太令我失望了。我们魏家绝不能留你这样的人在身边，从此以后你再也不要联系我。看在之前的情分上，我不再追究其他，但以后你与我魏家再无瓜葛。走吧，跟我们走。韩夏，恭喜夺冠！我们节目也创造了开播以来的收视巅峰。谢谢导演。善晨，恭喜你！夏同学，听说你被录取了一个大学的保送名单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韩夏同学，除了学习，还有很多关心感情生活，在恋情方面有什么想法吗？这是他的私人问题，不方便回答。善晨，你怎么？善晨同学，你们是在交往吗？我操！ 2、3，啊！